今天下班先去 DM 买点东西，每次一到 DM 就忍不住买些有的没的。DM 这些新出的家居用品看得我很心动，但是我一直在反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吗？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了，他们也确实没有好看到让我非买不可。最近在尝试极简的消费模式，我发现把一件物品物尽其用带来的快乐，居然比买要满足得多。最近我完完整整的用完了一瓶眼药水，直到一滴也滴不出来。用完了一整包卸妆巾，今天再来买新的。写了完完整整一直到最后一页的笔记本，吃完了一整盒胡萝卜。以前经常吃不完食材都会扔掉，会觉得很可惜。最近的几次物尽其用，让我感受到了我才是物品的主人，有一种掌控生活的感觉，而不是让自己被消费和大数据算法奴役，当个冤大头。同时也确实支出变少了，前几天偶然算了一下10个月以来账户上增加的金额，我很满意，我体验到了理性支出的乐趣。今天是周一，这周只上2天班，周4是法定假日，周5是调假，然后连着周末。周3因为之前工作比较长，请了调休假。周2下午是公司活动，有点像小时候放假前的春游或者运动会，但是现在的集体活动都要夹杂社交属性，远没有小时候的快乐。连休5天假，我哪儿也不想去。休小长假没有必须要出门的压力，应该也是一种难得的自由吧。今天吃凉拌茄子、酸辣豆芽、青菜口蘑鸡肉，还有甜菜根沙拉。我很喜欢吃茄子，但是常规做法的茄子很不好熟，而且非常的费油，不算是特别健康。蒸茄子就是很好的代替方法，直接把茄子和米饭放在电饭锅里一起蒸就好了。等米饭熟了，茄子也熟了。凉拌茄子的料汁比较重要，感觉所有的蘸料都可以用这个公式：葱末、蒜末、芝麻、彩椒，上面泼上热油，然后大概比例是1勺醋、2勺生抽、半勺白糖、一点香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微调。今天做这个适合晚上的 flow。前几天突然意识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尤其是肩颈部位一直是紧绷的。应该小时候的时候，这个部位是放松的吧？说起来只能苦笑，现在已经不知道物理上完全放松是什么感觉了。各个关节真的像生了锈一样，非常的不灵活。平时只能靠多做瑜伽拉伸来缓解。今天跟练的是一个德国博主 Misha Twitch， 虽然听上去可能有点老套或者矫情，但是这种时候真的让我很感谢自己的努力。多会了一门语言，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资源。Und beug dich jetzt über dieses linke Bein nach vorne. Das ist wie so eine
stehende Variation von der Thread.突然发现这个蝴蝶兰今天开花了，之前一直都是这个孤独的状态很久了，这个终于开了，这2颗也快了，马上应该就会全开了。好久没看书了，现在看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让我开阔眼界的爱好，也是让我保持平静的解药。我开始看卡夫卡日记，副标题是我喜欢相爱的人们。我是被这句话吸引才开始看这本书的，但是还没有读到这句话出现的地方。书里面很多德国的人名和地名都被译成中文了，很难懂。我看这本书的小乐趣就是依据翻译的中文去反推德语本身的名字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外的名字不需要翻译，如果用他们本来的形式呈现会更好记忆。我记得当时刚出国上学的时候，好多在国内读本科怎么也不明白的物理名词，像什么漏极啊、山极，一下子变得很好理解，因为外语的命名就很形象地表达了它原本的物理逻辑。卡夫卡写他搭车前往莱比锡，误搭了一辆慢车，又去参观了一场没有意义的展览，非常平淡的文字和场景。我却突然很能共鸣那种跨越时代的德国生活里的琐碎、无意义，甚至让人有些焦躁的碎片。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德语词 Schwachsinn， 这一切都有什么意义呢？但也许和100年前的一颗灵魂共享同一份无聊和焦躁，这一点共鸣的小时光就是所谓的意义吧。我还在同时看伍尔夫的日记，我更喜欢这一本，以后再分享吧。明天早上8点开会，睡觉了，晚安。